心灵暖流，保持底线，成就不凡。人生道路上的5大坚持。有人说，人生就像是一场不断前行的马拉松，而每个人都在寻找那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但在这条路上，我们是否应该无限制地追求所谓的成功呢？是否有些底线是我们不应逾越的？让我们一起探讨，如何在不失去自我的前提下，坚守底线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1. 做人可以不是君子，但别做小人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，我们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：做人要做君子还是小人？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每个时刻都保持完美无瑕的君子风范，但这并不是成为小人的借口。一个人的真正力量，来自于他在关键时刻所做的选择。诚实和公正这2个词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显得有些老套，但它们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基石。想想看，当你选择诚实地面对问题，而不是用谎言来遮掩，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，更是对他人的尊重。公正则要求我们在处理事情时保持客观，不被个人情感所左右。这种态度在职场或是个人关系中都极为重要。例如，我曾经遇到一位企业主，他在公司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时，选择了对员工坦白现状，而不是隐瞒事实，等待解决方案。这种勇气和诚实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和尊重，大家一起努力，最终渡过难关。在这里，我们不仅要谈论保持诚实和公正的重要性，更要提到坚持这些原则的必要性。人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，会遇到各种诱惑和挑战。如何在这些诱惑面前保持自己的底线，不做出违背良心的选择，这是对一个人理性和成熟的真正考验。所以，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时，记得这样一句话：做人可以不是君子，但别做小人。这不仅是一种选择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只要我们愿意在每一次选择中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尊重他人，并始终保持诚实和公正。这样的生活不仅能够带给我们内心的平静，也能让我们在社会中站得更稳，走得更远。2. 做人可以善良，别一定要有锋芒。在这个竞争激烈、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很多人认为要站稳脚跟就必须锐利无比，有时甚至不惜伤害他人以求自保或前进。然而，真正的力量或许并不仅仅来自于外在的锋芒，而更多源于内心的善良与坚韧。善良常被误解为软弱的表现，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选择，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。它能让我们在面对困境或对手时，选择以理解、耐心和宽容来回应，而不是急躁和攻击。一颗温暖的心并不意味着放弃战斗，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理性和持久的战斗方式。例如，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分享过他的经历。在他的公司初创期，他面对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公平的评价，但他选择不用同样的方式反击竞争对手，而是坚持自己的产品质量和诚信。最终不仅赢得了市场，也获得了同行和消费者的尊重和信任。善良并不意味着接受不公，而是在争取自己权益的同时，也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在当今社会，这种善良的力量尤为珍贵，它能够激发更多的合作与和谐，创造出一个更积极、更健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所以，当世界告诉你必须无时无刻保持锋芒，或许你可以试着问问自己：我是否可以选择不那么尖锐，
但更加坚定和善良。记住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你如何使用你的力量，而非力量的大小。让我们都成为那种即使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，依然能保持一颗温暖而坚韧的心的人。这样的善良，远比盲目的锋芒来得更有力量，更能够带领我们走向长久且有意义的成功。3. 人生失意的时候，可以颓废一时，但不要丧失志气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每个人都会遇到不顺利的时刻，失败和挫折似乎是避不开的陷阱。在这样的时候，给自己一点时间来颓废一下，休息一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然而，重要的是不能让这种状态变成永久的避风港。人生的真正艺术在于知道何时该暂停，何时该重新启程。想一想，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是在无数次的失败之后实现的。如果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放弃了，今天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？或许我们仍旧依赖蜡烛的微光。爱迪生曾说过，我没有失败，我只是发现了10000种不起作用的方法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失败不是结束，而是进步的一部分。例如，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在他的第1家公司破产后感到非常沮丧，他让自己有一段时间的沮丧和颓废，但他没有让这种感觉永久占据自己。经过反思和调整后，他带着新的商业计划和坚定的信念再次创业，最终建立了一个更成功的企业。所以，当你感到挫败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去感受这些情绪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关键是你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，从你的失败中学习，将它们视为成长的契机，重新站起来，用更坚定的步伐前行，这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记住，每个失败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步，它教会我们耐心，教会我们坚持，更重要的是它教会我们如何以更成熟的方式来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当你下次遇到挫折时，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然后带着所有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宝贵教训继续前行。这样的态度不仅能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，还能帮助我们建立起对未来的信心。4. 做人可以有些计较，但别过分。在人际关系的海洋中，保护自己的权益是必要的。毕竟，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和公平对待。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期望，这不仅是自尊，也是自保的一种表现。然而，关键在于适当2字，过度的计较可能会导致关系的破裂，让我们失去比原本争取的更多。例如，一位朋友因为晚餐的安排和同事发生了争执，他坚持要到一家较远的餐厅用餐，结果不仅耽误了时间，还影响了整晚的气氛。这是一个典型的过度计较的例子，若能稍微让步，或许大家都会有更愉快的晚上。真正的智慧在于识别何时该坚持，何时该放手，在保护自己权益的同时，也要考虑到和谐相处的价值。有时候，一个简单的妥协或让步可以换来双方的和谐与共赢。学会在细节中取得平衡，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此外，太多的计较会消耗我们的情绪和精力，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于更重要的事情上。正如就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有时候一步退后，反而能看到更广阔的视野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。生活中，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把握计较的度，这不是说放弃自己的权利，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同时，也展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。这种平衡的艺术不仅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得心应手，也是我们内在成长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当下一次你发现自己在某件事情上过于执着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
这真的值得吗？有时候放下那些无关紧要的坚持，你会发现自己的世界突然开阔了许多。这种能力不仅能增进个人的人际关系，更是通往成熟与智慧之路的关键一步。5. 做人可以争，但不能过分贪心。在追求个人目标和成就时，我们经常听到争取自己应得的这个说法。确实，争取自己的权益，追求所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一种潜在的危险：过度的贪心。当贪心成为主导，它可能会蒙蔽我们的判断，使我们在道德和理性的道路上迷失方向。这不仅可能损害到他人，也可能最终损害到自己。例如，一位业务员为了追求更高的销售业绩，不惜误导顾客购买不适合他们的产品。短期内他或许达到了业绩目标，但长远来看，这种行为破坏了客户信任，最终损害了自己的职业声誉。这里需要的是一种平衡，在坚持自己的权利和需求时，也展现出谦让的美德。谦让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对情况的理性评估和对他人权益的尊重。它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和谐，也让我们在职场和社会中保持尊严。一个实际的例子是，在团队合作中，当项目成功时，学会分享功勋，认可每个人的贡献。这种态度不仅能增进团队的凝聚力，也能提升自己在同事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。这种平衡的追求也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。真正的自信来自于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该让步。这不仅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一种成熟的展现。当我们能在争取和谦让之间找到平衡，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富有成就感和尊严。因此，当你再次为自己的权益或愿望奋斗时，问问自己：我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和理性？我是否也考虑了他人的感受和权益？记住，只有在争取自己的同时，也尊重他人，我们的成功才是真正的、持久的。这种态度不仅会带来内心的平和，也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和爱戴。人生的路途充满了无数的选择，而每一次选择背后，都藏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底线。在追求梦想的同时，别忘了保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记住，只有坚持这些底线，我们的人生才能真正的丰满且有意义。在这条漫长而精彩的旅途中，让我们携手前行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